大家好，我戴眼镜的是话筒的拉撒偏偏。今天咱们接着来讲《逆局》的9到12集，还是照例复盘一下前8集的内容。这部剧10案中案的嵌套模式，对于男主梁延东是个大律师，也算是著名的犯罪侧写师，破获过不少大案子，如今却被栽赃成了血翅膀杀人案的凶手，锒铛入狱。于是他决定找一个信得过的人，在监狱外奔走，为自己翻案。找的谁？是一起广场枪击案的目击者，并于那天失去了母亲。当时梁延东也在现场安抚了小任飞，还给他披了一件衣服。任飞长大之后成了一名刑警，正在调查一起连续剧。此时分尸案的凶手张一帆已经浮出了水面，警方追击他时扑了个空，但带走了张一帆，留下了一名婴儿。婴儿目前放在陆振生纪念医院，警方守株待兔，等待张一帆的出现。张一帆心念孩子居然真的自投罗网，他在这家医院工作过，他的孩子就被放在婴儿室，但婴儿室的密码已经被更换。张一帆的异常行为引起了护士的注意，虽然警觉了张一帆迅速逃走，但非常时期大家都很敏感，很快就有人再次发现了他的踪迹。正巧警员经过，他过来盘问时，张一帆决定铤而走险，虽然自己也中了一枪，但不致命，硬挺着张一帆捡起了事后与张一帆单独相对。见到孩子，张一帆情绪崩溃，队长借机开始劝他放弃抵抗，如果真为了孩子好，就该让这位早产儿在医院接受治疗。队长一顿输出，张一帆屈服了。面对孩子，他开始回忆自己的过往。当初他是一名外科医生，技术精湛，被人敬仰，可命运弄人，他做了一起失败的心脏移植手术。上一视频我们说过，死去的患者就是吴以欣的丈夫，而吴以欣就是血翅膀案侥幸生还的被害者，也是梁延东一直在寻找的重要证人。这次医疗事故使得张一帆黯然神伤，主动转岗到了妇产科。那时的他已经因为流产和子宫早衰离婚，心理渐渐病态。他杀死的第一位产妇就是在医院里当清洁工的孙敏慧。孙敏慧来找他产检，听到孩子可能有问题，他就想终止妊娠。他说自己上一胎就是如此，老公差点和他离婚。有着相似遭遇的张一帆动了恻隐之心，找了家小诊所帮孙敏慧流了产。可做完了手术，孙敏慧却给情人打起电话，这个孩子其实是情人的。孙敏慧曾想吃打胎药放弃孩子，没想到孩子没打掉，还发育畸形，所以他才来找张一帆，还对其撒了谎。得知了真相，让张一帆彻底崩溃。他如此珍惜的小生命，在别人眼里居然是个累赘，他就此动了杀心。接下来几位受害人都是来找张一帆打胎时被杀，他杀人后分尸并取下子宫，是为了获得被害人的孩子。在张一帆看来，如果孩子还活着，那就是上天给自己的恩赐。终于，他抛出了一个早产儿，也就是警方在他家中发现了那名婴儿。某天去给孩子买东西时，张一帆遇到了前夫苏中环与其妻子秦嘉欣。听说秦嘉欣也怀了孕，张一帆痛苦万分。他偷听到秦嘉欣要去自己曾上班的陆振生纪念医院生产，张一帆恨意汹涌，战力的严，抓到的帮凶则是狱警老幺。后来在警方的追捕之下，老幺畏罪潜逃，最终坠楼身亡。任飞经过问询老幺的女儿小晴，知晓了老幺的妻子曾被性侵，他就是因此患上了抑郁症，最后走上了自杀的绝路。带着这份信息，警方又传唤了田永强。听说老幺死了，田永强终于松了口。杀人的事确实是他和老幺联手，许多俩人找了个帮手，他们看中的是毒虫大钱。老幺用毒品控制他，让他杀死涉嫌性侵的梁延东。可这小子太怂，吸毒又吸得魂不守舍，外援不中用，田永强就想直接自己动手。他在勒梁延东时突然停下，不是因为良心发现，而是他和老幺杀人时被偶然路过的长发哥看到了。长发哥借此勒索两人，让他俩可选的目标是有一定标准的。长发哥到底是什么呢？会不会都是像梁延东、大钱这种血翅膀案的替罪羊？这次杀人完全在计划之外，但人都死了，还是赶紧把他嫌疑最重要。老幺拉了监狱的电闸，趁着停电回办公室想办法善后。他想起白天曾去过监室做物品抽查，拿走了梁延东的钢笔，这种监狱的物可能就是钢笔，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。其实老幺也是个可怜人，据田永强所说，老幺的妻子被上司性侵，一家人打了好几年的官司，一直败诉，有钱有势的上司依然逍遥法外。老幺把证据交给法院，结果妻子被侵害的视频却流传到了网上，这让老幺彻底崩溃，妻子也因此自杀。对于老幺的死，田永强不敢相信，在他看来，老幺即便心灰意冷，但他还有一个女儿要养，怎么会自杀呢？警方也怀疑老幺不是自杀，而是被人灭口的。他和田永强联手杀人，看起来是同仇敌忾，但或许在老幺的背后还有什么神秘人指使。老幺背后的人，上一视频我们猜测很可能是长发哥的爸爸穆雪松，也就是陆振生纪念医院的负责人。至于到底是不是他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分尸案和监狱命案都有了结果，现在悬念最大的就剩下梁延东的冤案血翅膀案了。梁延东到底是被谁冤枉的？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梁延东，也让之前出现过的女记者疑惑重重。他猜来猜去，到处查找线索，还别说，这女记者有点本事。第8集里，她查到了吴以欣的官司，意识到陆振生纪念医院的负责人穆雪松很可能有问题。
女记者特意去采访了一下穆雪松，她上来就单刀直入问吴玉兴的官司。至于梁延东和自己的儿子长发哥，这位老头没有多谈。迷雾重重之中，梁延东二审在开庭的日子逼近了，吴玉兴还是下落不明。有心帮他的任飞来监狱探望，梁延东和他同步了一下自己的推理，他怀疑吴玉兴已经遇害了，而杀他的人很可能和杀空姐方可倩的是同一个。如果回到方可倩被害的现场再去看看，没准还能找到被遗漏的线索。咱们再强调一遍，方可倩之前知道吴雨欣接过一个变态客人，他最爱伤害女性的背部。当方可倩发现自己也面对了相同的客人时，肯定会想到利用某种方式留下证据。事实证明，梁延东的推断完全正确。任飞在案发现场真的找到了一枚奇怪的胸针，胸针的照片，任飞寄了一份给梁延东。在监狱休息室研究时，有囚犯过来打趣，说这是某家夜店的 VIP 徽章。巧得很，这家夜店正是长发哥开的，大钱也很爱去那里玩。他涉嫌杀死的被害人正是那里的女 DJ。这可是个爆炸消息。梁延东找到董王帽子哥询问细节，几根烟的贿赂后，帽子哥又说出了一个惊人内幕：大钱除了贩毒，还帮人偷渡。多年前他曾搞过一票大的，赚了几百万，据说是广场枪击案那一年的事，也不知是不是吹牛。当时他也出现过，曾在医院蹲守，想和任飞他们组抢功。梁延东震惊的同时，任飞那边却开启了庆功宴。有警员调侃说破了分尸案，可能局长都要来亲自慰问。任飞不知为何有些尴尬。回到家，醉醺醺的任飞并不开心，他想起了自己当年遭遇枪击案的经历。那天是圣诞夜，父亲答应留下来一起吃蛋糕，却因工作而离开，这是人家的常态。父亲总是忙于工作，疏于陪伴家人，妈妈只能自己带着任飞出去玩。没想到广场上遭遇了惨烈的枪击案。任飞现在住的还是以前的屋子，每次回来他都会想起那一天晚上。一夜无眠，任飞只能用拼命工作麻痹自己。天一亮，他就去找了梁延东研究胸针。梁延东说了胸针的出处，并且让任飞带着胸针去一趟夜店，没准能调出凶手。可徽章已经上交了，没有正当理由就无法再拿出来。而梁延东开庭在即，不能再等了。他帮警方破了分尸案和监狱杀人案，任飞总觉得对他有所亏欠，于是只好铤而走险。他刚回警局，就看到局长真的来慰问了。等等，这局长不就是任飞回忆中的父亲吗？父子见面很是生疏，任飞躲到了楼顶吹风，局长也跟了过来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任飞一直不能原谅父亲，危难时刻他不在母子身边，后来居然还再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任飞小时候见到了凶手的真面目，后来警方逮捕的根本就不是真凶。任飞和父亲说过此事，他却觉得任飞是受到了刺激，影响了记忆，但任飞相信自己忘掉什么也不会忘掉那一晚的经历。父子俩每次见面，最后都是不欢而散。晚上回去喝闷酒时，任飞又琢磨起那个徽章。他突然想起，当初在抓到俄男之后，他的暗网账户曾被一个管理员突然黑掉，那个管理员的头像就是徽章上的图案。任飞赶快回了警局，找技术人员拿到了一块硬盘，里面都是从暗网抢运下来的视频。通过搜索，任飞找到了那个用徽章的图像的用户，他叫沃什曼。在他拍摄的视频里，任飞居然真的找到了方可倩。视频里，凶手用刀划开了方可倩的后背，还对其施暴。看来方可倩意外身亡就是他干的。另一段视频里还出现了吴雨欣。任飞拿着从政务室偷来的徽章，顺利进到了装潢精致的夜店，里面人挺多，看起来没什么异常。有人前往2楼的包厢，任飞装的是 VIP 的样子，想闯一闯。出师不捷的任飞无奈之极，徽章丢了的事也被警局领导知晓，领导怒斥任飞，队长求情也没用。气急败坏的领导干脆停了任飞的职，让他把配枪和警员证都上交。任飞被停职的消息，小赌王告诉了梁延东，他让梁延东帮忙想想办法。梁延东沉思着，随后给一个人打了电话。梁延东联系的居然是女记者，通过他家桌上的照片，可以猜出他爸应该和梁延东是认识的。梁延东要把方可倩被杀害的视频给女记者，让她通过媒体发布出去。这段颇具冲击力的视频肯定会让舆论哗然，案件审理却还有转机。梁延东让女记者联系任飞，视频就在他的手上。因为女记者曾攻击警方，任飞对她一直怀有敌意。女记者为显示诚意，说自己在警局里有线人，很多消息都是线人偷听到的。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猜到过的清洁工。见对方如此坦诚，任飞也就解除了防备，将方可倩被害的视频交给了女记者。因为帮梁延东，任飞丢了警职，这个案子他一定要帮到底，才能证明自己没错。所以他又去找同事帮着搜寻吴雨欣。通过调查吴雨欣家的监控，大家发现他曾在晚上偷偷搬家，当时还叫了搬家公司。有了搬家公司的线索，吴雨欣的下落终于有了头绪。任飞目前没有警职，找吴雨欣只能让女记者陪同，打个掩护。路上，任飞打听出了女记者和梁延东之间的关系。原来他的父亲曾是梁延东的老师，两人还在东林警局行为分析科当过同事。到了目的地以后，在一家偏僻的咖啡馆，任飞居然真的找到了吴雨欣。原来他并没有被人为消失，而是一直秘密的隐藏什么一样，不肯出庭为梁延东作证。在他的回忆里，他甚至有点恨梁延东。
当年她的老公出了医疗事故，让她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，没想到舆论却都在攻击吴玉欣。吴玉欣受够了，可梁安东一直让她不要妥协。重重压力之下，吴玉欣才会接受和医院和解，并突然消失，不再联系，一心想着伸张正义的梁安东。人们听了这段往事，真是吴玉欣不是气梁安东多事，而是气自己永远都不敢面对问题。女记者也劝吴玉欣出庭作证，梁安东被冤枉就是因为担忧吴玉欣的安危而到处找他，这才成了方可倩一案的凶手。所以这件事不是和他没有关系。可好说歹说，吴玉欣就是不为所动。此时店里来了客人，他正好借机溜了。冉飞现在不是警察，没办法强行带吴玉欣出庭，他和女记者只能黯然离去。可刚走没多远，女记者发现自己的手机忘在了咖啡店，俩人又折返回来。店门口不知为何突然多了好几辆车，冉飞察觉到事情不妙，让女记者留在车上。吴玉欣的担忧，他猜到这女人最在意的是做皮肤生意的过去，如果这件事被人发现，那自己肯定直接社会性死亡。在既能保命又能掩盖过去的诱惑下，吴玉欣好像心动了，但他强调自己出庭可以，一定不要伤害任飞和女记者。梁安东这边该来的二审还是来了，律师告诉他刚得到消息，吴玉欣找到了，他即将前往法庭。梁安东听到这个消息却并不兴奋，反而若有所思，他应该猜到了吴玉欣可能被控制。二审开始后，检方还是说着老一套的说辞，依旧是梁安东为找到吴玉欣，与不愿透露好友去向的方可倩产生了矛盾，他因此就要行凶。这里也填了第一期的一个坑，就是警方到底有什么证据能拘捕梁安东。原来警方手里有一个关键证据，那就是在方可倩下体找到了一个毛发，经过化验发现了梁安东的 DNA。 因为方可倩在住院时去世，所以检方控告梁安东强暴致死。作为回应，梁安东指出方可倩住院死因是脑中风，强暴并非致死原因，检方继续把他告到目的不纯。他还怀疑方可倩下体的毛发是警方在伪造证据。检方不慌不忙，成熟在胸的当庭播放了方可倩遇害的视频。梁安东岂会就此认输？毕竟这段视频就是他让女记者故意点起来的火。视频里方可倩和嫌疑人有过肢体冲突，可梁安东入狱前后身上并无伤痕。检方反击说梁安东作案时身穿虐待装束，所以没有受伤。虽然在命案现场和梁安东家里没有搜到装束，但肯定是他在犯案后离开现场毁灭了证据。这里也填了一个坑，检方的观点一直是梁安东被警方抓捕的时候，其实是他二次返回作案现场，所以西装革履，身上也没有血迹。当然了，杀完人不先清理现场，而是先回家换衣服，怎样都有点说不过去。面对这样的无端指控，梁安东无奈至极。他告诉法官，如果他就是这个杀人犯，那视频里他行事是冷静果断，完全不带私人情感，把方可倩当做一件玩具。可按照检方的指控，他和方可倩有矛盾，是因恨杀人，那他怎么可能还会在杀人时如此从容？这来检方不知作何回答时，吴玉欣来了。他显得很紧张，在法官的问话下，他表示自己和方可倩是同事，也看过受害者的视频。吴玉欣这次是豁出去了，在他临出发前，女记者和任飞都给他打气，让他勇敢坦诚一切，不必担心他们。或许任飞等人感动了吴玉欣，他没再隐瞒自己的过去，说凶手曾是自己的客人，他清楚地见过此人的面容。法官问吴玉欣，那这位凶手有没有在庭审现场？吴玉欣犹豫了，不知如何作答。一旦答错，那可就是2条人命。就在他左右为难之时，任飞的突然出现，证明他和女记者已经获救，吴玉欣再无后顾之忧。任飞和女记者逃出来的剧情有点扯，咱们就简单说说。他俩被歹徒绑起来之前，女记者曾在车上用任飞的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，引起了警队的注意。队长等人赶到，还和任飞对起了暗号。吃了定心丸的吴玉欣在庭上明确告知法官，杀方可倩的凶手不是梁安东。检方还不想放弃，怀疑吴玉欣可能记错了人。见到触目惊心的伤痕，检方有话可说了。吴玉欣的作证让梁安东的冤案终于迎来了反转。他走出法庭后，任飞要带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这是梁安东提前安排好的隐秘之地。毕竟虽然案子反转，但真凶依然逍遥法外。坐在回监狱的囚车上，梁安东终于破天荒地露出了笑容。这一局他赢了。监狱里的小赌王也开心地见证了梁安东的逆局。他之前和同事押上所有家酒的赌局，可算是有惊无险地赌赢了。在所有人都在庆祝胜利时，镜头一转，穆雪松阴沉地打了一个电话。喂，做得干净点。知道了。这手下动作很快，梁安东刚轻松几分钟，就又陷入了危机。到此为止，逆局的第一章暗夜将至完结，大家可以把它当做逆局的，但实际上每个案子又都有新的疑点。比如张一帆为吴玉欣丈夫做了心脏移植手术，出了意外。还有梁安东被冤案和穆雪松有什么关系？如果按照剧情暗示，这老头子杀了老幺以后，又绑架吴玉欣，最后还给梁安东来了一场车祸。他这么努力搞事情，为的是掩盖什么呢？血车案中，在方可倩下体找到的梁安东的毛发，应该不会是他不小心掉落的，但警方肯定有内鬼在赃。嫌疑最大的就是当初逮捕梁安东的廖老大。他相信警方抓错了人。
这个案子是如何结的案。破获此案的又是廖老大，不过如此重要的而他被停职，就像是他安排的一种保护行为。在任飞的回忆里，枪击案发生前，广场上只有议员做活动，枪手第一个瞄准的目标也是议员，所以开医院的能量再大，也不过是摆在台面上的小卒。逆局的第2章叫微光将近，从这新季的名字里可以看出还会有第3季的样子。那么在下一个章节中又会冒出什么样的大人物？梁安东和任飞又会揭开什么惊天秘密？最后喜欢美美解说的小伙伴也别忘了点关注，频道这还有大量其他悬疑推理剧集以及烧脑电影的详细解说。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吧，拜了个拜。